原来在电影《蚁人2》中，竟还有这么多隐藏的小细节。第一，当汉克皮姆缩小他的整个实验室时，我们现在能看到很多鸟飞走了，这是因为他们之前在楼顶上休息，但其中一只仍然坐着没有飞走，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大楼缩小后有一只鸟在行李箱上的原因。第二，我们知道实验室是便携式的，因此不能连接到主电网，所以他们现在需要便携式能源。如果此时将镜头暂停，你就可以在背景中看到汉克皮姆所使用的大型电池在为他的实验室供电。第三，当桑尼伯奇带着手下准备射杀路易斯时，随后库尔特和戴夫从背后用电击枪袭击了他们，但如果现在以慢速播放的话，你就能清楚的看到那位咬着项链的男子被电击后，项链上的金属部分也有电流经过。不得不说，这是一处很不错的细节。第四，当斯科特被第二代黄蜂女弄晕后，醒来便被困在了一辆缩小的汽车里，而外面则有两只鸽子。但现在请注意，有一只鸽子攻击了汽车上的引擎盖，而引擎盖也被啄出了一个印记，这点其实也突出了影片的真实性。第五，当汉克皮姆变成亚原子时，如果现在将视频放大并暂停，你就能在量子领域的气泡中发现一座城市。现在智利有一座城市并不奇怪，因为在一个被删除的场景中，珍妮特确实透露了在量子领域中存在着完全不同的文明。There's so much we didn't know about this place, Henry. Worlds upon worlds, entire civilizations, far more than we ever theorized. 第六，当我们第一次认识比尔·福斯特这个角色时，他其实是由菲什·伯恩扮演的，也就是《黑客帝国》里的尼奥。而我们可以看到黑板上写着“矩阵”这个词，很明显，这点就是在暗示菲什·伯恩演的《黑客帝国》。第七，汉克皮姆的新实验室是用乐高面板建造的，而之前为实验室供电的装置是一节电池，但现在却是用乐高积木为实验室供电，这是一种打破常规的思维。然而在他的实验室里还有一个放大的灯泡，如果不仔细观察，也很容易被忽视。第八，路易斯说，他们零食的红色包装代表了他们公司的财务困境。Fancy raspberry filling represents the company's red, and we're days away from going out of business. 但在这部影片的结尾，当公司成功时，他们吃零食的盒子变成了蓝色，因此这也象征着他们的转变。第九，我们知道幽灵的身体状态是不稳定的，他的身体会不断发生变化。但现在请注意，他的另一个版本做了打开这扇门的动作，但他却是直接穿过了那扇门，所以这可以说明在另一个现实中，他可能是打开了门，而不是直接穿过去。第十，珍妮特在进入量子领域时，他的身体越来越小。现在我认为这是一个连续性的细节，原因是因为在《蚁人1》中，斯科特也发生过同样的事情，而珍妮特身体上不断出现涟漪效应，这也表明他的身体会变得越来越小。第11，路易斯和斯科特的保安公司叫前科，这是一个双关语，因为他们之前都是罪犯，所以简称前科。第12，就在被第二代黄蜂女绑架之前，斯科特正在看电影《动物之家》，然而在这个场景中，学生说 That means one tiny atom in my fingernail could be one little tiny universe. 这实际上预示了量子领域的一个特征，而这也是导演决定使用这个片段的原因所在。第13，在影片的结尾，斯科特、凯西以及第二代黄蜂女正在用他们的笔记本电脑上看一部电影。现在这部电影被称为《X 放射线》，上映于1954年。这是一部经典的科幻电影，里面描述了一次核实验之后产生了巨大的蚂蚁，而在这部《蚁人2》中也谈论到了蚂蚁，所以这也是一处微小的细节。好了，以上就是《蚁人2》中的细节，你对这些看法是否有什么疑问呢？如果有，请在评论区说出来，希望能收到你的意见。最后，感谢大家的观看，关注我，咱们下期见。